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新闻，新加坡从全球最佳城市排名榜里的第5跌到了第6，被西班牙的马德里挤出了前5。这一变化让很多人诧异，甚至有人感到失落。长久以来，新加坡在全球城市排名里一直处于极其靠前的位置，无论经济表现、城市治理还是幸福指数都是亮眼的存在。突然跌到第6，看起来确实让人震惊。但是好消息在后面，虽然我们今年的综合排名有所下降，但其实我们在一个更重要的核心指标上，不仅没有退步，反而夺得了全球第1。这个指标是生活标准。关注这次排名时，你可能更多看到的是表面的数字变化，但我们不妨深入看看，什么才是支撑新加坡持续领先的真正力量。事实上，排名变化只是一层皮，深度理解竞争逻辑后，新加坡的优势显得更为突出，也更值得骄傲。第一张排名背后的竞争逻辑，综合排名下降或许会让人有些不安，但这实际上反映了全球竞争格局的重塑，而非新加坡在衰退。事实上，新加坡在亚太地区依然稳稳坐在第1，领先东京、首尔和香港。从区域枢纽评分来看，新加坡依然是最具领导力的中心城市。亚太前10城市中，中国表现也十分强劲，香港升至第4，北京第5，上海第8。中日韩新这些城市正形成激烈的竞争序列，但新加坡仍处于核心位置。今年排名变化主要受评选标准调整影响，更注重城市体验、文化软实力和人才生态，这是欧洲城市的传统优势。马德里凭借加速城市复兴和文化推广，成功挤进了前列，但新加坡凭借长期稳定的区域影响力和扎实基础，依然能够在竞争加剧中稳步前行。排名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损失，新加坡在全球仍保持增长态势，这证明了我们的底盘更加稳固。同时，我们在生活标准领域仍居全球第1。这一成就的意义远比单纯的排名变化更深远。第二章，为什么生活标准全球第1才是我们竞争力的底盘？新加坡在2026年的全球生活标准排名中拿下全球第1，这不仅是一个好听的头衔，更是综合了经济、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的多个维度，真实反映了普通居民的生活质量，也是新加坡在全球城市竞赛中经久不衰的核心竞争力。人均 GDP 是其中的一个直观体现。预计2024年，新加坡的人均 GDP 将达到89000美元。这不仅反映经济总量，也传递了个人购买力的强劲和财富分配的稳定性。此外，在真实工资方面，新加坡过去10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 1.5% 到 2%。住房政策也是新加坡的一大亮点，公共住房自住率高达 87%， 绝大多数居民都能负担自己的住房。同时，新加坡的医疗体系覆盖率超过 96%， 几乎实现了全民医保。这些数据不仅说明新加坡在收入和经济政策上的领先地位，还证明了它能够在生活成本高的背景下，为居民提供普惠住房与可靠医疗保障。这种难以复制的平衡是新加坡的核心优势。第三章，绿色优势加持，不仅宜居，更有经济逻辑。除了生活标准的全球第1，新加坡还在城市宜居性方面持续表现出色。这一领域，我们的绿色规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像新加坡这样在空间有限的高密度地区，同时能够拥有如此开阔绿色环境的城市。40%的土地规划为绿地230英里的公园廊道，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公共空间。这不仅让城市更富有生机和活力，同时也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。比如绿地组织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热岛效应。根据研究，新加坡通过绿地布局实现了 15%到20%的局部降温，而这不仅仅是气候影响，它还能显著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，从而减少政府的长期医疗开支。同时，绿色环境对经济的意义也远远大于人们的直观理解。绿色城市正成为吸引高端人才流动的关键指标。现代城市的竞争已经不仅限于经济发展，还包括生活环境的质量。而新加坡通过精心设计，将环保宜居与经济逻辑紧密相连，让自身一直成为全球人才首选的城市之一。第4章，稳就业背后的产业支撑。新加坡的抗风险结构。新加坡一直以低失业率闻名，这在全球经济波动越发频繁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。过去许多年，新加坡的失业率稳稳保持在 3% 以下，这不仅是一种成绩，更是一种能力的体现。而如果深入分析，你会发现这背后有着精心设计的产业支撑。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表现非常领先，云服务、人工智能等行业近年来快速崛起，目前这些领域已经占据了新加坡 GDP 的 17%。与此同时，生物医药制造是另一个关键增长点。近4年内，这一产业的外资巨头投资额增长了 40% 以上，并持续成为就业市场的新支柱。此外，绿色能源与碳服务行业近几年新增岗位达2万个。与香港形成对比，我们会发现香港过度依赖金融，而新加坡通过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的双引擎运作，稳住了经济增长，也稳住了就业岗位。这种抗风险结构不仅是新加坡在经济上的优势，更是它能够在全球经济波动中表现稳定的原因所在。从排名到未来的信心，
综合排名跌出前5并不是衰退的信号，而是全球竞争加剧下的一次格局调整。在这场竞争中，新加坡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核心优势，从生活质量到就业保障，从绿色环境到产业结构，我们的底盘不仅扎实，而且一直在向更高发展水平迈进。这次榜单的数字只是阶段性结果，而更重要的是，新加坡在构建未来竞争力方面已经走在其他城市前面，它正在成为一个能够同时保障高质量生活，又能创造高质量工作的城市典范。如果你对新加坡的发展感到骄傲，或者有其他想法，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